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我这一生要从哪里说起呢？那年我5岁，太武帝渡淮南征，我爹被征去修桥补道，娘带着我和妹妹躲进山中。那是一个阴冷的秋天，山洞里潮湿，石壁上有水珠子一颗颗往下滴，外头隔着几座山，隐隐能听见人喊马嘶。娘死死带住妹妹的嘴，不让她哭出声。我躲在角落里，把膝盖抱得紧紧的，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也不知道是怕的还是饿的。那年冬天，流民来了，我记得那些瘦的只剩一把骨头的人，衣不蔽体。有个老头子倒在村口老槐树底下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我娘把家里仅剩的粟米粗饼拿给他们，有人接过去，跪在地上磕头，眼泪鼻涕和住泥巴糊在一处。我站在旁边看，双手攥得紧紧的，不晓得该说什么。粥是喝了，面是谢了，可是那些人眼底的空洞，我到老了都忘不掉。后来账退了，账是退了，可是那年头的人心，却像是被那一仗打折了，再也没有完全伸直过。我爹回来是那年冬天的事，他身上多了一道新刀疤，拿了一点折损的散碎银子到家里，米缸却早已见了底。娘把陪嫁的银镯子拿去点了，换了一斗粟米。那年夜里，全家4口人围着那斗粟米看了很久。我爹坐在门槛上，望着冷风，搓了搓冻僵的手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季坦，明年你跟我学手艺。”我那时不晓得他说的手艺是什么，只晓得跟着爹学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15岁那年，和平元年，我爹开始正式教我木工。他拿出那3把奔刀，平奔、槽奔、绣奔，一字排开在工具箱里。奔刀跟后来的刨子不一样，要双手握住木柄，身子前倾，凭着腰马合一的力气，一刀一刀往自己怀里拉，把木头表面那层粗皮揭下来。我爹说，奔活是匠人的基本功，手腕要有力气，腰身要稳当，否则拉出来的表面就是一道一道的狗牙印，丑得很。我从最枯燥的拉平学起，左手压住木料，右手握奔，指节用力要匀，一刀刮过去了，2刀再来。头几个月手心全是水泡，磨破了结痂，结痂了又磨。娘看了心疼，我爹不心疼。有一次我拉了半天，手腕发酸，一个不留神，奔刀划了，在木料上留下一道深痕。我爹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拿那把老尺子在我手背上就是一下。他说，木头不说谎，你毛糙它就翘，你心燥它就裂，你不服它，它就治你。我不顶嘴，只是把手背擦了擦，重新再来。那道深痕后来成了我木料上的一道疤，别人问起，我就说是年轻时候不留神，其实是我爹留下的第一课。19岁那年冬天，爹害了一场大病，拖了3个月，日日夜夜说胡话，叫的都是我爷爷的名字，还有一些数字，3丈2尺，才径5分，我一点一点记下来，在地上用枝条刻，然后拿泥巴封在墙角，怕忘了。娘说他是操心太重，活活累垮了身子。那3个月家里的嚼用，靠的是把娘最后一件像样的厚褐拿去当了。巧娘那时候还不叫妻子，是同村铁匠家的闺女，她拿家里的粗铁器去市集上卖，站一整天，脚都站肿了，回来也不喊一声累，把换来的铜钱递给我娘，只说了一句，先度过这个冬再说。我爹在腊月里走了，走之前他把那3把奔刀擦得锃亮，一把一把递到我手里。他的手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，递刀的时候手指头在发抖，可是眼睛却亮得很。他说，季坦，
我传你的不在手艺，在这3把奔，你要让他们比你用得更久。他把奔刀传给我3个月后就咽了气。34岁那年，我结了婚，妻子就是巧娘。她手脚粗壮，脾气爽快，跟我一样不爱多说话。那年冬天，南边改朝换代了，消息是赶集的乡亲带回来的，说江南换了一家皇帝，姓萧，叫南齐。我心想，江南的事跟我一个匠人有什么相干？王朝更迭是大事，可那边的皇帝是谁，跟咱们北边的匠人终究不搭界。天下再乱，活人总得有个遮风避雨的顶，咱们的活照样有人要盖。婚后3个月，有一天夜里，巧娘坐在灯下补衣裳，突然抬起头来问我：“你爹走了，家里就你一个男人领头，你想过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吗？”我说：“先把手艺传下去，再攒一点钱，给孩子留点家底。”她低下头继续补衣裳，说：“那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后来巧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叫郑伯。孩子2岁的时候，又添了个丫头，叫郑怀。40岁那年，朝廷推行均田制。均田制是按丁授田，40亩漏田，再加20亩供传授子孙，口分之田不准买卖。咱们匠人本来就是军籍，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世世代代拴在一处。均田制一出，咱们这无根的浮萍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分到的地头站了很久，看着那一片薄地，白天做匠工，晚上回家种田。日子虽然辛苦，可是家里有田，心里就有一个根。那年我晚上点住油灯，在工具箱上用刀尖刻字，刻的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巧娘看见了，说我又酸又臭文人相。她不懂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。48岁那年，孝文帝决意迁都洛阳。洛阳历代古都，黄河南岸，天子脚下。听说城里有棋盘似的街道，有官办的房市，有中原最大的寺庙。那时候洛阳大兴土木，朝廷下诏征集天下工匠，编入洛阳正籍。我回到家跟巧娘商量了一夜，她说：“去吧，咱们庄稼人一辈子守住一块地，也不知道外头是什么天。你去看看，要是能落脚，把孩子们也带上。”他就说了这么几句，却像是一个决定了全家命运的将军。那年秋天，我们赶着牛车从4周一路向南，牛车吱呀吱呀的响，车轮子在泥地里扎出2道深折。我把3把奔刀用粗布包了3层，放在车尾，拿麻绳紧紧绑住，怕颠散了。巧娘坐在车辕旁边，一边哄着小怀，一边嘴里哼着歌，是咱们代北的山歌，调子粗粝，听不出词儿来，只觉得悠远。走了1个月，到了洛阳。洛阳城大的教我发愣，城门楼子高的我仰头看到脖子酸，正门笔直宽敞，街道真的是一格一格，两侧坊市整整齐齐，人在街上走，拥来挤去，叫卖声一浪接一浪。我在4周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，也没闻过这么多味道，有卖肉的膻气，有香料的暖香，有酒肆里透出的烈酒味，混在一处，教人晕乎乎的，又热闹的踏实。我站在城门口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洛阳城，我来了。49岁那年，孝文帝下了禁胡服令，改汉姓，说汉话。洛阳城里议论了一段时日，咱们这些从代北来的工匠，多半说的是鲜卑话。有些人在市集上夹生夹生地蹦几个汉字，能猜的便是猜，能比划的便是比划。我那时候汉话说的南腔北调，巧娘笑话我：“你是代北来的木匠，不是中原的酸秀才，夹生汉话也能挣钱。”他笑他的，我学我的。洛阳城里工匠行会有规矩，匠人接活要会说官话，否则量错了尺寸，说不清做法，扣的是自己的银子。我找了一个老先生，
白天做工，晚上去他那里学认字。老先生姓王，是读过旧书的人，教我的不是那些士族老爷们评定酒品用的文章典故，而是工地上的数字和称呼。杜之尚书将做大将，尚书省将做监。我一笔一画地学，老先生一笔一画地改，改到后来，他说：“你这字笔调过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又不是做大官，能把尺寸说清楚就行。”50岁那年，我收了第一个徒弟，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叫郭六。他力气大，手也细，跟我年轻时候一个德行。我把爹传给我的那套话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他。木头不说谎，你毛糙他就撬，你不服他，他就治你。他低着头听，没有说话。第二天早早的就把3把奔刀擦得锃亮，一把一把整整齐齐摆在工具箱里。我心里知道，这门手艺算是有了根。54岁那年，孝文帝崩了。我在的那年，洛阳城里刚做完皇宫偏殿的工程，那偏殿有一架大梁，要选多大的材，开什么样的榫，都是我带着郭六在梁架上作业。梁上有阳光透下来，灰尘在光柱里一点一点地浮。我摸住平顺的木纹，心想，这就是我这一生该在的地方。葬礼那天，洛阳城万人空巷，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那辆青布蒙着的大车慢慢走过。10里长街全是人，有的哭，有的默默看。那时候我想，孝文帝在位的这些年，咱们的日子是真实的好起来了。迁都洛阳，推行新政，有活做，有饭吃，这就是老百姓眼里的好年月。57岁那年，建康那边又换了皇帝，萧衍建立了梁朝。我从南边的客商那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想江南又换了一家天子，跟我一个匠人有什么相干？底下的人造房子，终究要用匠人，只要日子照过，工照做，就是好岁月。巧娘在洛阳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？她不识字，可是学东西快。洛阳城里的市集跟四周不一样，鱼龙混杂。巧娘不让我一个人出门，她说洛阳城里银子多，惦记银子的人也多。她不爱繁华，只爱安稳。院子里种了几垄菜，到了秋天把菜腌了，整整齐齐摆在缸里，够一家人吃到第2年春天。70岁那年，宣武帝崩了，孝明帝即位，那年才6岁。胡太后摄政，从那一年开始，洛阳城里就不对劲了。街上的流民多了，官兵多了，议论的人也多了。台面上说是朝廷倾轧，咱们匠人不懂朝堂上的事，只晓得人心开始浮动。巧娘说，外头的事你看不通透，就不要去看，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好就得了。我说，我不去看，可是家里的日子总要过得下去的。那年匠行的银子开始少了，活也少了，米价却贵了。洛阳城里的米从1斗30钱涨到1斗50，再到1斗70钱。我算着家里的嚼用，1文钱1文钱的省。78岁那年冬天，6镇反了。我在洛阳城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里一沉。6镇沃野、怀朔、武川、抚明、柔玄、怀荒，那是边地，是咱们这些从代北来的人的根。听说那边反了，是因为边饷发不下来，当兵的断了粮，要么起来，要么就是死。整个北方千里烽烟，这边洛阳城里的米价在3个月里翻了2倍。我让巧娘把家里存的一些糙米送给同乡来的一个老工匠，他在洛阳城里找不到活路，一家人在街头巷尾侧身而立，脸上满是菜色。我认得他，他是个铁匠，跟我爹年纪差不多大，来自武川。巧娘把糙米递过去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，跪在地下磕头，磕得我心里发酸。我搀他起来，说都是代北出来的，不兴这个。
他站起来，捡着袋子里的糙米，嘴里只能说谢谢，谢谢。我说别谢，不是我的米，是咱们代北那边的水土。那年冬天，洛阳城里开始能看到南边投奔过来的流民，衣裳破烂，面有菜色，拖着一个一个的孩子，在街角低下头不敢看人。70多年了，王朝换了几个，皇帝崩了几尊，可这世道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隔年的春天，城里开始流传北方叛军的消息，破六韩拔陵的名字在街头巷尾传开。有人说他们要打过河来，有人说北边的溃兵和流民要涌进关中。咱们匠人不懂那些，只知道世道眼看着又要乱了。巧娘的身子也一年不如一年，起早贪黑地忙，累出来的病根子，吃多少草药都不见好。歇是歇了，可也没有完全歇下来。每天早上我还是会把3把奔刀拿出来擦一遍，擦完了摆在桌上，看着心里才踏实。那年冬天，我坐在工作台前，像平常一样，桌上有块木料，是前几天在修的一只楠木小戟，柜子腿缺了一个角，我想着要把它补上。我把那3把奔刀拿出来，一把一把擦拭。最老的那把平奔是我爹传给我的，刀背上有一道小缺口，是我自己年轻时候不留神磕出来的。槽边用的最久，刃口磨得有些窄了，我拿细石打磨了3遍，又把它擦干净。绣奔的柄上有巧娘后来缠上去的布条，是她担心我手心磨破特意缠的。我把3把奔刀擦完了，放在桌上，一看就是大半天。巧娘推开门，端了一碗热粥进来，说吃吧。我接过粥碗，手有些发抖。巧娘看了我一眼，嘴里没说什么，只是把碗放在我手边，又转身出去了。她知道我今天不想说话，我也不需要说话。几十年的夫妻，连沉默都是知根知底的。那天夜里，我在灯下坐了很久，灯芯爆了2次，巧娘拿针调了，又添了一点油。我看着那灯火，想起我这一生做过的每一根梁，每一架柜子，每一张桌子。它们散在洛阳城各处，在城东，在城西，在寺庙里，在官舍里，在寻常人家的堂屋里。有些我记得，有些我已经忘了他们的模样，可是我知道他们都在。525年，我80岁，在一个隆冬的清晨，我平平静静地走了。那天早上，巧娘推开门，看见我坐在工作台前，右手里还握着那把绣奔。我坐得很稳当，面容平静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巧娘后来跟郭六说，他师傅走之前把3把奔刀擦得锃亮，就放在桌上，像是托付什么似的。他说他这一生睡前都要看一眼那3把奔才肯躺下。他走的时候手里握着奔也是应当的。那年洛阳城外头的事我也听说了一些，巧娘怕乱世要来了。我走的那天，洛阳城里的米价虽然比前几年回落了一些，街市也稍微安定了些，可是北方6镇的烽烟还没有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到黄河边上。我在这个世上活了80年，见过仗，见过荒，见过改朝换代，这是最后的太平光景，还是暴风雨前的不安？也许是老天知道我的命数到了，赶在乱世倾覆之前把我收走了。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这一生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可是我奔过的木头，补过的柜子，传给徒弟的手艺都还在。洛阳城里那座平等寺，后殿的梁架还在，城东张家大户家的那张楠木柜子还在，城南刘家小少爷的那匹木马还在。我在那匹木马的肚子底下刻过一个记字，那是我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。我在那根梁上拉过一趟平平整整的鞭，那就是我了。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过，